30年前的某个夜晚，一张印有神秘字母 D 的光碟悄然放入了 3DO 游戏主机的光驱中，电视机上一阵闪烁，我们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异世界的大门。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翻出这款无人提及的游戏时，不禁感慨，它更像是一件被时间封印的艺术品，静静尘封在记忆的角落。当年的懵懂少年早已长大，曾经的新锐技术也成了旧日符号。本片将怀揣着敬意出发，伴你一同踏上这段穿越游戏时空的旅程，探寻地质史桌的台前幕后故事。这个故事关乎一个时代的梦想，关乎一位游戏鬼才的坚持，也关乎我们为何要重拾那些珍贵的时代游戏记忆。时钟已经拨回到9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 CD-ROM 存储技术刚开始引领潮流的年代。当时的游戏开发者都怀着同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将电影般的视听体验融入到电子游戏之中。曾经的老玩家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全真人或全 CG 动态影像的游戏画面时，无不为之惊叹，仿佛游戏真的进化成了可以玩的电影。带着技术革新的激情与亢奋，诞生了众多打着互动电影标签的游戏，而地质史桌正是其中的先驱者之一。CD-ROM 相较于卡带的高容量，让全动态影像游戏在90年代中迎来了大爆发。美国的 CinemaWare、日本的松下等厂商都全力投入其中，试图让游戏能够承载起电影级的画面。作为松下 3DO 主机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地质史桌于1995年4月1日率先在日本发行。游戏类型被定义为互动电影式冒险游戏，玩家在恐怖氛围中通过持续解谜推动剧情，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就像置身于一场可交互的电影旅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团队大胆采用了预渲染的 3D 动画，营造出了流畅的运镜和电影感。为了在当时极为有限的主机性能下能够实现这一点，制作组借助了当时鸭子公司的影像压缩中间件 TrueMotion。TrueMotion 是一种专门为游戏设计的音视频压缩格式，广泛应用在90年代中后期的 PC 和世嘉土星等游戏平台上，用来在有限的存储空间下能够呈现更高质量的视频。地质史桌在多平台移植过程中也使用了这套压缩方案，以用来支持播放长时间的过场动画，追求营造电影式的情绪张力和沉浸式体验。当游戏在 3DO 首发成功后，该作陆续被移植到世嘉土星、索尼 PS 以及 PC 平台，走出了日本，走向了欧美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波话题讨论。地质史桌借助光碟媒介的容量优势和 3D 视频技术，带给玩家一种前所未有的影视级氛围体验。古堡中摇曳的烛光，骤然关闭的石门，女主人公在全动态镜头中战战兢兢地前行，这些场景让当时的玩家恍惚间忘记了手中握着的是手柄，而非影院座椅的扶手。然而，互动电影游戏这一概念在历经短暂辉煌后，却遭遇了现实的考验。随着实时 3D 渲染技术的流行，互动电影类游戏在90年代后期很快被更具操作性的实时 3D 游戏所取代，甚至开发者们还一度认为这种游戏类型前景暗淡，是一条死胡同。在这技术快速迭代更新的关键节点，许多游戏公司和制作室为此投入了大量成本制作互动电影游戏，但是未能获得成功。一些著名公司，如以电影化游戏闻名的 CinemaWare， 如打 PC 平台的雪乐山，都在这波流行退潮后淡出人们视野。随着生化危机等全 3D 即时演算游戏的兴起，互动电影游戏往往会被贴上内容空洞、交互性弱的标签，渐渐失去光芒而被埋葬在历史尘埃之中。而反观地质史桌，它就像那段技术浪潮中遗留下来的一块化石，在岁月无情的冲刷下愈发显出其独特价值。游戏技术研究者们后来将90年代的互动电影游戏称作影像主导的早期交互形态。虽然这种类型未能成为主流，但近年来随着一些作品的成功，这种类型的游戏又出现了回潮，人们也重新审视曾经在这方面的探索。在历史长河中，
地质石桌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坐标，它记录了游戏向电影化靠拢的一次大胆尝试，折射出的技术与艺术碰撞的火花，仍值得我们今天去品味和思考。总有那么一些游戏创作者，他们身上总是带着几分传奇色彩，也充满着话题性。范野贤治就是这样的传奇人物，他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我行我素的创作理念，使他在90年代日本游戏圈中成为了独树一帜的鬼才。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大型 PS 游戏发布会上，本应宣传 PS 游戏新作，却在演示片尾将 PS 的 logo 突然更换为竞争对手土星的 logo， 你会怎么看？而范野贤治就干过这样的事情，他曾经用这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宣布新作《异灵》将放弃 PS 平台，改为土星独占。这种公然且大胆的反水行为曾经震惊了业界，引起了一片哗然。他就是喜欢用这种离经叛道式的表演来向世人宣告对巨头厂商的不满，也更像是一份挑战主流权威的独立宣言。当掌声和质疑交织，这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犹如摇滚明星般的游戏制作者，在聚光灯下彰显着不羁的性格。范野贤治于1994年创立了独立游戏公司 Warp， 这家公司从创立之初便定位于打造与众不同的游戏体验，他极其强调游戏制作者的个人烙印，甚至以摇滚明星自居，想要挑战日本游戏业固有的规则。在 Warp 的第一个重要项目地质石桌中，范野集编剧导演于一身，将自己大胆的创意悉数倾注其中，追求电影式的情绪表达和沉浸式游戏体验。也就是在此时，他提出了数字演员的概念。范野设想由同一个虚拟角色来担纲不同游戏的主角，就像现实中的演员在不同影片中出演不同角色一般。在地质石桌中，劳拉首次出演故事女主，而在其后的2部作品《异灵》和《D2》中，劳拉又以不同身份和背景再度出现，完成了所谓的劳拉3部曲。这种跨作品沿用角色的做法在当时非常前卫，而劳拉也成为了全球第一位持证上岗的数字女演员。在1997年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世嘉官方也宣称劳拉是业界首位数字演员，他们希望借此打造出类似影坛明星的全民数字偶像。范野的理念是想通过同一个虚拟角色贯穿不同游戏的不同故事，可以在玩家心中建立一种熟悉而独特的情感连接，让游戏角色拥有如电影明星般的生命力。劳拉不仅在游戏中践行了范野贤治的理念和野心，还拓展到了现实社会的流行文化中。1999年，就在 D2 发售前夕，范野让虚拟劳拉登上了日本知名时尚杂志 High Fashion 的封面，与知名设计师山本耀司合作推出主题时装照。在那期杂志上，劳拉身着前卫时装亮相，简直可以与真人模特比肩，把虚拟偶像的概念发挥到了极致。这一创新之举在当时引发了一连串轰动效应，一个游戏角色能够成为时尚模特，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也让人们领略了虚拟偶像的风采。而时至今日，层出不穷的各种虚拟偶像，亦或是数字代言人，都可以追溯到其雏形。除了数字演员这个惊世骇俗的创意，范野贤治反主流的开发理念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地质石桌的整个制作和发行过程中。面对恐怖题材的创作，他勇于突破禁忌，挑战审查。在游戏开发末期，范野决定在剧情中加入极具视听冲击力的暴力和使刃桥段，以增强作品的震撼力。他深知这些内容大概率会触及发行方和评级机构的底线，于是他瞒着团队和审查方，将完整版剧情藏了起来。为了应付游戏审查，他先提交了一个干净的审核版本。在发行审批通过后，范野亲自携带完整版剧情的母盘飞赴压盘工厂，在最后关头用完整版游戏调包了审查版，将所有血腥和禁忌内容完整保留了下来。凭借这一计策，地质石桌得以在不删减任何内容的情况下上市。范野也成功绕过了发行商和评级机构的审查。这一事件成为了一个游戏业界的传奇，充分彰显了他桀骜不驯的人格魅力和创造理念。更令人称道的是，尽管游戏内容挑战了主流社会，
但地质石桌在日本市场竟获得了商业与口碑双丰收，全平台累计销量预估突破了100万，甚至荣获了1995年日本的通产大臣奖这一殊荣。知名游戏杂志 Famitong 在当年的游戏评价中给予了土星32分、PS 版33分的高分，并且毫不掩饰地称赞这款作品为先驱性的 3D 冒险佳作。然而，范爷与主流发行商的矛盾也在游戏取得成功之后开始显现。尽管地质石桌在日本的销量喜人，但在北美的 PS 版本发行时却遇到了波折。索尼当时并未按照实际预购的需求数量来安排生产，只生产了不到订单量的1/3，所生产的游戏光碟数量严重不足，直接让 Warp 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年轻的范野贤治对此事勃然大怒，更有传闻说在私下场合与索尼交涉时，直接把对方的一名员工揍了一顿。与索尼交恶促使了范野在后续的索尼游戏发布会上公开炸场，万众瞩目之下宣布新作改头为世嘉土星独占，以此来报复索尼对他这间小公司的轻视。这桩轰动业界的异灵事件让范野贤治一夜之间从游戏圈新锐制作人变成了反抗巨头的英雄人物。他用行动宣告了独立精神，向众人展示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开发商也可以掌握话语权的一面。自此之后， Warp 的后续主要作品全部选择在世嘉主机平台独占发行。范野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传奇，也为独立游戏开发者在商业巨头夹缝中求生存开辟了一条令人深思的道路。范野贤治和 Warp 的故事映射出90年代游戏业一个难能可贵的侧影。在产业规模化、商业化的洪流中，一名创作者坚持以作者论的姿态来打造游戏，把个人理念和情感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而范野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提醒人们游戏也可以有另类和非主流的发展路径。他所提出的数字演员概念，更是对游戏角色本质的哲学思考。游戏角色并非只能为某款游戏服务，他们也可以拥有独立于单一作品的生命，在不同世界中穿梭表演。这种超前理念在30年后的今天已成为现实。虚拟偶像、跨媒介角色联动在当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范野贤治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和对游戏的全新诠释，最终都浓缩进了《地质石桌》这部作品之中。它既是一款商业游戏，又承载着作者强烈的个人印记。我们回望范野贤治短暂而精彩的一生，不禁对他留下的作品肃然起敬。《地质石桌》就是他留给游戏界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而真正富有个性和创新精神的游戏创作，永远值得被人铭记。在这个漆黑的夜晚，你坐在屏幕前，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游戏说明书中一开始就告诉了你，从现在起你只有2小时，无法暂停，无法存档。如果时间耗尽，等待你的将是未解的真相和游戏的强制结束。这个设定仿佛一道无形枷锁，随着时间滴答前行，压力也随之一点点累积。你的手心开始冒汗，心跳随着时间流逝而加速。屏幕中的女主劳拉在寂静的古堡中缓步前行，每一个拐角，每一扇门后都可能隐藏致命陷阱。这就是地质石桌独特的沉浸式游戏体验。2小时不间断的心理考验，宛如让你投身于一场无路可退的电影冒险。2小时限制加上不可存档的游戏机制，在90年代的游戏设计上堪称异类。就算拿到今天来看，也是极为大胆、激进和罕见的。只要进入游戏，就意味着在限制时间之内，玩家必须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全身心投入游戏剧情之中。游戏通关在此时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战胜心理恐惧，完成好结局才是最终目标。Warp 官方多次强调，此游戏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玩家像看电影一样沉浸在一个完整的、不可中断的故事中。游戏内甚至没有常规的暂停选项，唯有在必须更换光碟的那一刻才能得到一丝喘息。这一设定是地质石桌最具标志性的特色。通过线性时间限制，游戏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沉浸感。如果玩家因为卡关或探索不慎导致时间耗尽，游戏将直接判定失败，只能重新来过。这无疑提升了玩家解谜时的压力。
就像有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你必须争分夺秒的同时，又要稳住心态，保持头脑清晰。而这2个小时的时间限制却拿捏得十分巧妙。从技术角度看，游戏对于时间限制的做法是有客观依据的。一只石桌中采用了大量预渲染的 3D 场景来表现游戏中的环境。每当玩家移动、转身，实则是在播放事先渲染好的动画片段，这就类似于以影像片段串联起可交互的场景节点。由于单张光碟容量的限制，范野贤治将游戏分割成若干章节塞进多张光碟中，比如土星版本为双 CD， 每一张光碟大概1小时内容，因此游戏整体时长早就被限制住了。2个小时既能满足叙事需要，又能巧妙避开光碟片容量不足的问题，而无法存档也能理解。一旦中途存档再读档，剧情紧张感会大打折扣。与其说 Warp 砍掉了存档功能，不如说他们根本不希望玩家中途停下。范野贤治自己在访谈中也提及，希望玩家能全神贯注地体验一次不间断的情绪张力，让游戏节奏如同电影放映般流畅。他想让玩家从头到尾保持在故事营造的紧张氛围里，不给情绪降温的机会。前卫的设计自然无可避免会引来争议。游戏可玩内容过短，互动性有限，性价比不高。大多数玩家和游戏评测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款游戏作品营造出了家用机上前所未有的诡异氛围，但游戏挑战难度偏低，角色移动缓慢，流程短暂，玩过后未免意犹未尽。一只石桌更像是一次试验，它成就了游戏独特的叙事节奏和沉浸体验，却也不可避免地落入内容单薄的舆论标签之下。整个游戏机制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除了时间限制，游戏本身的叙事内容和演出手法也值得细品。一只石桌以恐怖为主题，但它的恐怖并非依赖动作或战斗，而是通过氛围和剧情慢慢渗透到玩家心中。故事开场设定在1997年洛杉矶郊外的一座医院之中，女主劳拉的父亲医院院长里希特·哈里斯突然在院内大开杀戒，并将自己锁在了医院之中。劳拉获知消息后只身赶赴血案现场，却在踏入医院后的瞬间被卷入了一个诡异的异世界。医院幻化成了一座中世纪古堡，遍布暗道和机关。随着玩家引导劳拉探索城堡，一连串闪回片段逐步揭示出了她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及隐藏在其身后的家族秘密。原来这一切都源自于家族流传的黑暗诅咒。劳拉的家族竟然与吸血鬼始祖德古拉血脉相连，院长父亲和女主体内都潜藏着可怕的食人嗜血冲动。多年前，劳拉曾在失控中杀死并啃食了自己的母亲，但是这段记忆被父亲封印，而如今院长父亲也不敌这个黑暗诅咒，在医院发狂行凶，并将女儿引来此处。父亲想要了断宿命，在他开始向怪物转化的过程中，他不断恳求劳拉立即逃离医院，否则就会迷失在异世界。但是此时此刻的劳拉已无退路，玩家需要面临道德和情感的双重抉择，是举枪终结父亲的生命让其解脱，还是任由自己被异化后的父亲吞噬？不同选择将会走入不同结局，呈现了一个浓缩且极具张力的悲剧故事。演出上，地质石桌充分运用了镜头语言和音效来制造心理恐惧。游戏几乎全程保持寂静无人的静谧环境，通过女主缓慢的步伐、逼仄走廊里滴水的声音，营造出了压抑孤独的氛围。当玩家解开关键谜题或触发剧情时，会进入精心制作的过场动画。这些过场片段用电影手法表现，给当时的玩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游戏中并没有滥用血腥画面，绝大多数恐怖感其实都来源于未知和强烈的心理暗示。除了到游戏尾声揭示了食人情节以外，大部分流程并没有太多暴力镜头，反而是阴森的氛围和随时可能耗尽的时间纠正玩家敏感的神经。这种恐怖手法与后来寂静岭等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算是开了先河。再联想到范野贤治当初为了让游戏不那么无聊而加入的一些敏感桥段，在这些元素综合作用下，使得剧情在终点时刻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将时间限制、叙事内容和玩家心理紧紧编织在一起，这是地质石桌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让玩家以一种近似于仪式感的方式来玩游戏。这种沉浸式体验在当年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模糊了游戏与影视的界限，让玩家真切体验了一回危机处理。可以说，地质石桌用这种设计手法诠释了媒介融合的可能性。当我们剥离掉游戏常见的暂停和保存机制，交互游戏竟能达到逼近电影般的张力和节奏。这对游戏设计的意义在于，它拓展了人们对互动体验的想象边界。原来游戏也可以像一场真实的电影演出，需要观众全程投入去感受精华。这就是地质石桌带给玩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游戏文化的历史长卷上，这款游戏作为一次另类尝试，即使在许多年以后，也依然闪耀着它的艺术价值。转眼20年已逝，当初围绕地质石桌所掀起的波澜已无人再提。这款游戏就像一颗陨落的流星，不再出现在玩家视野之中。现在新时代的玩家们或许只知道《生化危机》、寂静岭这些后来者，却很少有人再提及那段在 3DO 和早期土星 PS 时代掀起的小小旋风。然而2016年的一个消息犹如一阵清风拂过尘封的树叶，经典复古游戏厂商 Night Dive 宣布将把地质石桌以数字版的形式重新发行。这一消息在老玩家圈中激起了一阵涟漪。那些年少时曾被这款游戏震撼过的老玩家，仿佛在多年后又收到了老友的来信，一种迟来的欣喜与感慨油然而生。自从游戏在1995年发售后，早期媒体对地质石桌的评价褒贬不一，而在最后的口碑上也呈现出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喜爱它的人赞叹于它的电影感和大胆尝试的创新精神，批评者则聚焦于互动性和耐玩度。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在 3DO 那个游戏阵容薄弱的平台上，地质石桌被公认为是少数的佳作之一。随着土星版和 PS 版的接连上市，更多玩家接触到了这款作品。即便如此，游戏的商业潜力还是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Warp 公司在1996到1999年间又推出了《异灵》和《D2》等作品，逐渐积累起了一批铁杆粉丝。可惜这些作品都属于小众精品，并未在主流玩家群体间引发轰动效应。1999年在 D2 推出后，番野贤治淡出游戏界，劳拉三部曲系列也画上了休止符。从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古游戏爱好者们开始在网络上自发挖掘那些被尘封的精品游戏。地质石桌凭借其独特气质，重新获得了一些关注度。更有游戏研究者把它当作早期恐怖游戏设计的范例来研究。2013年，在番野贤治不幸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更是引发了一波业界对 Warp 游戏遗产的集体缅怀。日本媒体在悼念文章中细数番野的创意与怪诞，重新评价地质石桌等作品在90年代游戏革新中的地位。地质石桌从历史的尘埃中被研究者和老玩家再度发现，其身份也从一款旧游戏升华成了时代见证者。2016年10月 Night Dive 公司携手版权方正式将地质石桌的 PC 版重新移植并发布到了 Steam 和 GOG 平台。时隔20年后的重新发行也宣告了这款游戏的重生。数字版在保持原汁原味的技术上解决了兼容性问题，让现代玩家无需老式硬件也能体验到这款曾经的互动电影游戏佳作。消息发布的那天，一支由 Night Dive 制作的预告片在网络上传播开来，片中经典场景和诡异音乐又重新勾起了老玩家满满的回忆。复刻不仅使地质石桌重新焕发生机，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游戏文化层面对该作的新一轮的讨论与肯定。很多当年的冷门之作往往因为技术障碍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而地质石桌成功跨越了数字鸿沟，再次证明了自己在电子游戏史上的价值。这部游戏是将全动态影像技术与传统玩法融合的典范之作，背后所展现出的是曾经那一段超现实的游戏发展时期。时间既是遗忘的力量，也是最好的滤镜。多年后我们再看地质石桌，或许会一眼发现它的不完美，但是更能体会到它在时代中的独特价值。即便放在现今各种光怪陆离的新时代游戏浪潮中，老游戏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们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技术尝试、审美风格和情感共鸣，值得被后继者们了解和尊重。时至今日，距离地质石桌问世已满30周年。
2015年4月1日，日本媒体为他刊发了纪念特稿，再度赞叹这款先驱之作在 3D 图形和互动叙事上的探索意义。回望30年前，他以互动电影游戏的面貌惊艳登场，引领玩家踏入全新的游戏体验领域。而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以怀旧的目光来重新审视它，还依然能够发现其中不少值得当代游戏制作者们借鉴的闪光点。范野贤治提出的数字演员概念，早已在现代游戏和虚拟偶像产业中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他坚持创作不惧权威的精神，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独立游戏人去追寻心中所爱。也许地质实说本身并不完美，但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电子游戏发展的轨迹和文化脉络。在怀旧之外，我们也应有所思考。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浪潮中，有太多像地质实说这样的作品被埋没了。如果没有人去挖掘它们的价值，那可能真的会被永远封印在时间的沙漏中。它曾经陪伴过我们成长，丰富了我们对于游戏的想象力，不该随着时代更迭而被抛下。它们值得我们用心去记录、去分享，让新时代玩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当电视屏幕中游戏的最后一幕渐渐淡出，劳拉的数字身影定格成游戏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份复杂的情感，有对旧时光的眷恋，有对创作者的敬意，也有对游戏作为第9艺术的由衷赞美。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那段激动人心的游戏旧时光，也请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一起重启这段奇妙旅程。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我们相信总有人会记得那2小时的心跳加速与惊心动魄，记得那位无声却栩栩如生的演员劳拉，以及她所留给我们的永不褪色的回忆和启示。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